各位棋友，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新的棋局变化——中炮急进中兵。这个变化可以说在我们实战当中运用非常的广泛。黑方上马，红方也上马；黑方出车，红方也出车。进卒，红方进车过河前来压制。可能走到这里大家会认为这不是和前面左马盘河应对当头炮过河车有异曲同工之处吗？前面开局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是后面接下来就有不同的变化。此时黑方上马，红方采取兵7进1，当然也有走兵5进1，感觉也是急进中兵。实际上这个走法相对而言就是牛头滚的阵型，因为如果说走兵5进1的话，它可以采取卒3进1，形成两头蛇之势，使得红方的两个马稍微比较被动，将来会走成中炮盘头马。同样这样进兵的话，就会形成牛头滚之势。好，我们就继续今天的内容演讲。那这里走完7兵之后，接下来如果说马7进6的话，势必会发展成左马盘河的棋局。那么黑方在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巧妙的炮8平9。如果说红方跟你对车的话，红方直接吃掉，那显然红方这一步车2进6，这步棋显得白白浪费掉了。同时他的左翼子力未出动，反观黑方接下来快速起车而且他这里可以抢到一步棋。那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平车压马，黑方退炮。将来这个炮的灵活性非常强，既有炮9平7打车，还有平炮从中路反击。那么走到这里之后接下来红方采取进兵。这个变化在前面左马盘河我们走过很多次，主要也是从中路发起进攻，将来车炮兵从中路抢夺一定的优势。那么接下来在这里现在黑方比较公认的走法有士4进5，先补后一下中路，当然也有比较诡异的走法，选择回马先形成连环马，将来这里有平炮打死车。但是今天我们先为大家分享一下，这里黑方还有一个先手平炮打车的变化。这里平炮打车也是我们平常最为喜欢走了一个棋。那这样走完之后，接下来如果说乘势的话，又会还原成棋谱的走法。但是黑方他有没有一个平炮中路跟你来一个硬碰硬呢？这个棋局变化可以说在前面梅花谱和局中秘我们也提到过很多次。今天我们再为大家展现一个这样的窝心炮的走法。实际上这个走法并不太合适，公认的关招就是先称势。那为什么不合适呢？我们在这里也来看一下。那这时候红方马8进7的话，黑方要不要进炮打呢？他这里又有几个走法，比如说进车过来准备平车吃兵，或者说是上马以及进炮打掉兵。我们首先看进车吃兵的话，实际上这一步棋走法马上就会上当。红方一旦进炮打车，你这个车要么进车在这里卡住的话，并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个车还得往回退。那大家肯定不服气我平车吃掉你兵，这里先手还吃着马，这岂不是还抓着你这个炮一车捉双？实际上红方一上马的话，开局打死车，你即便是现在进炮打兵的话，这里也是无济于事。同样一旦车打掉的话，那黑方肯定是一个败招。好，我们在这里依然是摆回来。那么当然在这里红方这里接下来两个走法就是进炮打掉中兵，以及马7进8。本局棋我们先为大家分享进炮打中兵的精彩变化。这里先手来将军的话，红方势必是马3进5。当然为什么没有走马7进5呢？这里上马确实是有一定的讲究，主要也是结成担子炮，依然是跟你巧妙换炮，将来还能形成一个当头炮之势。那黑方如果说直接进炮打掉的话，立刻会落入比较劣势的局面。
红方一打，这个棋就非常的明了，拔掉了黑方的当头炮，黑方对红方没有任何攻势。反观红方现在车站内道线，炮阵中路，同时两个连环马非常的灵活，将来上马的话形成了四子连攻状态。这个车同时也有快速出车抓炮的先手，上马踩马，可以说红方的子力非常的好走，黑方完全成一个猝不及防的状态。好，这是黑方主动进炮打掉的变化。那么现在一旦红方上马的时候，黑方这个炮他如果说闪开了肯定不太合适。现在黑方又有两个走法，退炮以及进卒。首先我们看卒5进1，先守住炮，看起来感觉很不错。实际上红方平车吃卒的话，黑方就遇到麻烦的问题了。那么现在要么是马回窝心，要么是马3进5。实际上他走这两个招法的话，红方都是可以兵7进1。下一步棋眼睁睁的看着平兵吃卒的话，将来卒一旦被拔掉之后，既威胁马，同时炮还打着黑方的中炮。黑方这个中炮在这里立不稳，那么即便是现在你飞象的话，我这里平兵过来，当然你如果说平车的话，果断跟你对掉，对完之后这里依然存在这一个棋。可以说一旦把黑方这个炮赶走的话，红方中路非常具有优势。当然在这里黑方还有比较顽强的走法，选择退炮交给卒来看守，同时把子力拉回自家的阵营，形成一个互保的模式。然而在这里难道红方就放纵他吗？依然是直接进炮给你打掉，中炮拔掉减轻威胁，黑方果断进卒吃掉。那么这里一吃的话，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为精彩的棋局了。红方平车吃卒，这里抓着马，黑方这个马将不太好处理。首先我们看，如果说回马的话，这里将来进车砍象，同时炮还瞄准着底马，那当然不合适。黑方接下来有两个走法，马3进5以及马3退5。首先我们看马3进5的话，那这里非常的简单，直接上马踩。现在你这个马前车无门，如果说后退的话，马5退4的话，感觉还踩着车这里进车捉双，马炮必丢棋。那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往前冲，寻求交换。但是这里红方果断上马踩掉。现在你是用马吃马呢，还是进卒吃马呢？如果说进卒吃的话，这里很明显上马一踩的话，马踩着车，同时是一个先手。我们清点一下人数，红方是双车马炮，黑方净丢一个大子，断然是不合适。好，那么在这里如果说他这里先不进卒吃马，我上马踩呢，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平车一吃马，先手来一个将军的话，无论你平炮还是飞象，那么我们都有退车吃掉卒。那显然这里继续往下发展的话，我们看平炮退车吃掉，你现在又不敢打，同时将来还价当头炮的话，使得红方这个阵型呢，可以说非常的精彩。红方进多一大子，同时车又控制了中路，局势对红方非常的有利。我们返回来，当红方平车吃马的话，这里马3进5迎难而上的话，显然会吃亏。那么当然可能大家还会认为这里还有一个冲卒实际上这一步其实不成立的话，因为你冲卒的话，进车一吃马的话，现在你要不吃呢，还是要逃呢？无论怎么走这里黑方都已经丢了子你即便是吃的话，这里马炮也是必丢棋。所以说我们继续看黑方比较稳妥的走法，这里也是今天最为精彩的回马窝心。那么好了，这里走完之后，此时红方果断上马，看黑方是否平炮中路呢？如果说黑方直接炮2平5的话，架当头炮先手来一个将军，红方果断上马踩掉，
因为这里一踩的话，现在黑方是双马双车，红方是双车马炮，组合能力和兵种啊，红方略微占优，同时黑方还有窝心马置换。那么在这里黑方走的比较稳妥，选择飞象。这里主要的目的既补后中路，也是将来准备平车跟你对调，减轻威胁。然而在这里红方有一步好棋，直接上马，这里引诱黑方进炮打掉，当然黑方肯定是不敢打的。一打的话，跳马卧槽就是个杀棋。那接下来黑方又不敢走的话，你不理会的话，将来我进炮要打你的，那这里黑方该如何抉择呢？那么在这里黑方采取先平车跟你对车，这是第一个走法。第二个呢是车一平二看住炮，第三个呢是车一进二，这样看住炮。首先，那这里对车的话，如果说红方进车吃掉，黑方回马踩掉，踩完之后既护着自己的炮，同时也防止红方上马挂角将军，可以说非常的精妙。然而在这里红方是有一个妙手的，大家看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走呢？这里我们话不多说，红方选择了一个退车，可以说象口现车，也是引诱你吃。无论象吃还是车吃，红方都是上马挂角，绝杀无解。黑方这个窝心马始终难以抉择。那么在这里，当然他不能走的话，只好选择把马跳开，将来用这个炮先守一步。然而这时候红方进炮打掉，打完了，现在黑方要不要吃车呢？如果不吃的话，这里白白丢一子，当然要吃掉。吃完之后上马一挂角将军，将五进夜，此时上马踩车。好，我们再清点人数，红方是车马炮，可以说双马进多一个大子。黑方老将阵型不稳，残缺一个单象，同时进丢一个子。这里炮还瞄着马，接下来兵吃着象，即便是你回象的话，这里上马踩着马，或者说交换对调子力的话，也是红方人强马壮。我们返回来再看黑方第二个走法，车一平二，这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里先防守住，同时也守着自己的炮。然而红方还是有比较精妙的走法，车七进二，目的跳马挂角就是个杀棋。那现在这个窝心马势必要跳出来，你这个炮也走不好。如果说马五退三的话，直接上马挂角绝杀，无可奈何之下，也只能选择马五进三，用炮暂时先守一步。那么实际上在这里红方果断进炮打掉，你现在黑方还不敢进车吃如果说进车吃炮的话，那上马挂角立刻绝杀，这个车正好封锁了下二线。此时比较稳妥的就是乘势。那么好了，退车再一吃马，那这里顷刻之间红方拔掉了黑方的两员大将，现在双车马已然是双拳难敌四手，大势已去。接下来前面两个走法都不太合适的话，我们继续看黑方最为精彩的第三个走法，进车来看守。那么在这里红方又该如何抉择呢？那么显然你现在进炮打的话，我平车吃，交换完毕之后，我这个车始终顶着你这个马，你就没有上马挂角这一步棋。那么在这里红方先来一个将计就计，炮八进二，看起来是这个炮交给马生根，实际上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平炮直接过来打死车，黑方只好采取进卒。那么走到这里，感觉黑方的防守还是比较顽强的话，红方又该如何进行呢？这里红方又是采取了一个故技重施，同样是进车下二线，这里来一个封锁，下一步棋跳马挂角就是个杀棋。那么现在这个炮如果说退的话，退到哪里呢？也不太合适，你退到底线的话，进炮还是打，无论如何这个炮都会丢掉。
你现在跳马的话，那么先前我们讲了，如果说跳马的话，进炮一打，上马挂角。所以说在这里啊，黑方也没有办法，只好选择进炮打掉，先吃掉，同时用车啊守住这个角。现在你跳马的话，踩自己的车啊，肯定是卧槽是走不到的。那么现在红方，大家看一看，换作是你的话，是不是上马踩炮呢？感觉好像我们常规思维的话，肯定会这么走。实际上这样一走的话，反而缓解了黑方的燃眉之急。那么在这里啊，红方接下来又走了一步棋啊，可以说啊突破我们的思维。大家看看这一步棋，鬼才思维的话，你能不能想到呢？这里有一个弃车的妙手，车7平8，棋友们看看你有没有想到呢？可以说啊，炮口陷车，也是啊平车让位，上马挂子，卧槽啊就是个杀棋。那现在显然不敢打呀。感觉平车这样走的话，实际上退车一吃，然后再上马挂角，同样是杀棋。那么现在黑方这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这里确实是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此时黑方也没有办法，只好仅此一步平车。然而在这里啊，红方先手上马踩掉炮，此时吃完炮啊，恰到好处。当然，这里上马直接将军的话，他可以进去砍掉，相对而言是一车换2。那么接下来在这里赶紧退马呀，提前避让开。现在你是走不到这步棋，但是红方有这样一个上马将军，此时只能将5进1，接下来再次上马踩车，把这个车赶走。现在黑方这个车啊，他怎么办呢？如果说退车的话，那这里很明显回马将军。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车马双将也只能退下去，这里挂角就是个杀棋。这里可以说非常精妙的一个绕马而行。好，我们返回来，那这里他也无可奈何，也只能平车啊。当然这里还有同样的一个妙手，同样是回马，这里车啊正好顶着马，这个车动不了，然后红方的车将军也只能再次退回去，此时依然是故技重施，上马挂角将军。可以说啊，车马冷招组合能力啊也是非常强，变化也是末端，让黑方啊难以防守。好了，棋友们，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几个妙手非常的精彩呢？如果说觉得还不错，欢迎在评论区交流，非常感谢棋友们。